当我们谈到极简生活时，很多人会以为这只是丢东西、清空空间、断舍离。然而，真正能让生活变得清爽、自在的关键，其实在于你之后怎么买，买什么，为什么买，怎么选择，才是让人生越来越轻盈的起点。今天这支影片，简单幸福家跟你分享一张真正实用、改变力强大的极简购物清单。这不是普通的购物指南，而是能帮助你过滤杂物，阻挡冲动，让家中回归秩序的一套生活系统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怎么透过这份清单，达到只买需要的，让生活越来越清爽、自在，充满余裕。一、极简购物不是节俭，而是选择有价值的消费。很多人误以为极简生活就是节俭，就是什么都不买。但事实上，极简主义从来不是压抑，而是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，珍惜什么，愿意为什么付出金钱与空间。极简购物的核心理念，不是要你过着清教徒般的克制生活，而是培养一种选择力，在琳琅满目的商品、行销话术与限时折扣中，仍能清楚知道什么才是真的重要，什么只是暂时的情绪消费。简单说，就是不被物品牵着走，而是让你掌握自己的生活主控权。二、极简购物的5大原则。每次购物前，都该先问自己的事。在进入清单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理解5大极简购物原则。这些原则就像指南针，帮你在选购过程中不迷失，不受行销诱惑所左右。原则1：三问自我觉察法。每次要买东西前，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一、这是我现在需要的，还是以后可能会用到？二、如果不买这个，我的生活真的会不方便吗？三、我是因为需求买它，还是因为压力、寂寞、空虚？这3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能帮助你辨别真正的需要与潜意识的补偿，大大减少不必要的浪费。原则2：一进一出法则。每买一样新东西，就必须丢掉一样旧物。这能迫使我们思考，我是否真的愿意用现有的空间去交换这件新东西？这是一种练习，一种让购物变得更慎重的方式。原则3：盘点现有存量。买东西前，先翻一下抽屉和柜子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许多东西你早就有了，只是忘了，甚至还买了重复的。原则4：推迟购买法。遇到心动商品，先记下来，不马上下单，设一个冷却期，24小时、3天，甚至7天。过了这段时间再看，你还会想要它吗？很多时候，冲动会自然退去。原则5：功能性优先，品牌次之。不是追逐最新、最潮、最贵，而是问自己，这东西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？先看功能是否符合需求，再看价值、品质与预算。3、极简购物清单分类。每一项都是经过生活验证的实用建议。这份清单不是虚构的，而是许多实践极简生活的家庭、个人共同整理出的生活精华。我们分成7大类，让你在每一次购物前有具体依据。1、日常必需品，维持生活运作的核心。这类商品是生活不可或缺的，例如食物与饮品，每周才买一次，每次只买当周吃得完的分量，避免囤积腐败。卫生用品，例如卫生纸、洗衣精、洗碗巾等，维持一个备用品加现用品即可，避免库存成山。
医疗备品，如退烧药、OK 绷，但不需要囤到可以开药局的程度。清单心法，只为生活所需而买，过量就是浪费。2. 衣物携包，打造高使用率衣柜，每季清理衣柜，只留下穿得舒服、剪裁适合自己的衣服。依据一进一出原则，每天购一件新衣，就淘汰一件旧衣。鞋子维持3到5双的使用范围。日常、正式、运动、防雨与备用。清单心法，穿得合适、有自信，比穿得多更重要。3. 美妆保养品，减法等于更有效率的护肤。使用固定的保养流程与品牌，减少尝试新产品的诱惑。彩妆维持一套日常妆容所需，特殊场合可共用一盘万用色，每3到6个月清点一次，过期或不喜欢的马上淘汰。清单心法，瓶瓶罐罐不等于呵护，多即是乱。4. 厨房用品，实用导向，拒绝花拳绣腿。锅具维持一瓶一身原则，平底锅、汤锅即可。餐具以家庭人数为基准，加2个访客配件，减少使用率低的电器，例如松饼机、章鱼烧盘，避免成为柜中摆设。清单心法，每天会用的才值得拥有，用不到的只是空间负担。5. 书籍与文具，知识不是靠数量堆叠，每次购书不超过3本，阅读完毕后再购买。选择电子书或图书馆借阅取代大量购买。笔记本与文具选择单一品牌、单一风格，提升统一与管理效率。清单心法，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，而非堆叠焦虑。6. 家电 3C， 功能取向的投资，每项功能仅一设备，例如扫地机器人与吸尘器择一即可。新设备进入前，旧设备若非必备，则汰换处理。购买时评估使用频率与维修便利性，不只是看 CP 值。清单心法，科技是为了生活简化，不是变成负担。7. 装饰与情感物品，让空间保留呼吸的余地，每个空间保留一项有意义的装饰即可，减少季节性、短期装饰，转而选择耐看、不退流行的设计。精选相框、香氛、小盆栽等，让装饰既疗愈又不凌乱。清单心法，生活空间不是展示柜，而是让你安心放松的地方。4. 建立属于你的极简购物地图。极简购物清单是你生活的仪表板，而你可以进一步将它转化为日常使用的工具。1. 建立数位版本清单，用 Notion、Evernote 或 Google Keep 制作，分类清楚，出门前随手点开。2. 设立预算提醒机制，像是每月设定非必要支出上限，一超出就提醒自己检视。3. 养成月初回顾习惯，哪些东西买了没用，哪些真的值得，记录心得，下次更有判断力。4. 与家人共用清单系统，让全家人都在同一套逻辑下采购，减少重复购买或观念冲突。当我们开始实践极简生活，往往从丢掉不需要的东西开始，但真正的改变其实是在下一次购买时的选择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谈极简购物清单。这份清单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张物品整理表，但本质上它是一份生活哲学的指南。它提醒我们，购物这件事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，是我们每一笔钱、每一个选择、每一次把东西带回家的行为中所透露出的我是谁、
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的答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愿意花钱买什么，其实反映出他对自己生活的认识。当我们还不了解自己的生活节奏时，我们会买太多锅具，买太多衣服，买太多装饰，甚至买太多不需要的保健品、美妆品，只因为广告说了这样会变好，会变美，会变得被喜欢。但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，就会明白，其实我们需要的东西非常少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过是几件能穿出去见人的衣服，一张能好好休息的床，一套干净的餐具和一个能让心安的生活空间。而这就是极简购物清单存在的意义。它不是为了让你压抑欲望，而是帮助你有意识地面对每一次消费的选择。它是你和生活之间的对话，是你对自己说，我值得一个更清爽、更安定、更有方向的生活。当你开始运用这份清单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需要靠购物来获得短暂的快乐，因为真正让你快乐的，从来不是那件商品，而是你在选择它时那份笃定与自由。你知道这是你深思熟虑后的选择，是你为生活加分的决定，而不是仓促中填补空虚的举动。久而久之，家里会变得简洁有序，你的金钱也开始有余裕。你不再为物品焦虑，不再被收纳技巧困住，因为你明白，收纳不是解法，不买才是最根本的整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开始重新定义什么叫做生活品质。不是东西多就是有品质，而是当你走进家门，看到一个整齐清爽的空间，用着刚刚好的物品，吃着不过量的食物，那才是真正的踏实感、安心感与自由感。这样的生活不只是省钱，它也让你更懂得珍惜，更有余力照顾自己和身边的人。最后，如果你正在努力断舍离，如果你曾经一再陷入购物后的懊悔与罪恶感，那么请试试这份清单，不是作为限制，而是当作你生活的导航，让它陪你穿越琳琅满目的选择，带你回到那个真正需要、真正想要的少而精、简而美的生活核心。极简不是终点，而是一种过程，一条回家的路。愿你在这条路上不再迷失方向，也不再被东西绑架，而是越来越靠近那个你真正向往的生活模样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与陪伴，这里是简单幸福家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记得按下订阅与小铃铛，留言分享你最想从哪一类开始减法购物，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条简单但深刻的生活旅程。我们下次见。